要么读书，要么旅行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。我是付小米，爱运动，爱旅行，爱读书。人生在世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，但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曾明白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曾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，印象深刻。一只小狗问它的妈妈：妈妈，幸福在哪里？狗妈妈告诉它，幸福就在你的尾巴上。于是小狗不停地追，它要追上自己的尾巴，看看幸福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可是它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也追不到尾巴上的幸福，只是在原地打转，头晕脑胀。于是他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妈妈。狗妈妈不禁笑着说道：孩子啊，不要刻意的去追，只要你一直往前走，幸福就会永远的跟在你身后。之所以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，是因为这个故事让我明白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幸福其实可以很简单，下班走出办公室，你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。在夜幕降临的时候，知道有一盏灯会为自己而亮起。摸着饥肠辘辘的肚子，知道有一顿丰盛的晚餐在等着自己。说起来，最珍贵也是最让我们忽视的幸福，不过是有家回，有人等，有饭吃而已。一个人最大的幸福，不外乎身心都有一个让自己感到温馨和踏实的归宿。几年前看过这样一个电影《逍遥法外》，不满18岁的少年弗兰克因为父母离异而深受打击，孤独而伤心的他离开了家乡，开始了伪造支票骗取现金的行当。他天资聪颖，堪称天才，在美国50个州和全球28个国家开出总金额高达600万美元的空头支票。在一次次和警察的较量中，他一次次逃脱，成了美国历年通缉名单上最年轻的罪犯，也是让警察最头痛的罪犯。弗兰克虽然获得了大量的金钱，但是他并不快乐，以至于每年的圣诞节，孤独的他都会给警察瞎父打电话，让对方抓自己，来缓解自己的空虚和落寞。最终他厌倦了和警察这样猫和老鼠的游戏，故意在圣诞节那天给瞎父打电话时留下线索，让对方把自己抓住。而他在进入监狱前最后一个愿望，就是能够回到自己的家看一看。在大雪纷飞的圣诞节之夜，他站在自家的窗户外，看着屋内灯火通明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画面，流下了悔恨的眼泪。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追求是什么，那就是一个温暖而充满爱的家。当一个人经历了世间的种种，返璞归真时才懂得，原来幸福是如此的简单，不过是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家中有自己爱的人，一起3餐4季度过每一个平常的日子。很多时候，最简单的幸福往往也是最难得的幸福，常常让人忽略。就像我一个表叔，他儿女双全，妻子体贴贤惠，工作上也小有成绩，一家人本该生活的喜乐幸福，但是他却不懂得珍惜和满足，亲手打破了自己的幸福生活。他仗着妻子对自己的信任，趁着工作经常要出差的便利，出轨了自己工作中认识的一个客户。后来东窗事发，表婶和他离了婚，2个孩子一人1个。那位出轨的对象不过是看中他的钱财，最终他落得人财两空。后来有一天他下班回家，车子经过楼下，看着黑漆漆的窗户，心顿时一片冰凉。他回家推开门，看着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屋子，从冰箱里
拿出昨天的剩菜剩饭。回想往日那些平常而让自己感到厌倦的日子，如今想来却是那么的难得。作家龙应台说，幸福是什么？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，在晚餐的灯下，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，讲一样的话题。年少的人就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，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，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。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，晚上又回来了，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，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。曾经表叔也有这样看起来平常而幸福的生活，可惜因为他不懂珍惜，最后追悔莫及。错过的公交还有下一班，花光了的钱财还能再挣回来，丢失的工作还能再换一份，唯有家和家人是唯一的，无可替代。人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工作劳累了一天，回家和一家人吃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，在饭桌上拉拉家常，说说一天的感受和见闻。家是一个人生命的起点，也是终点，是一个人身体和心灵的最大归宿。好啦，今天的文章就和你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，也请在文末给我们点个再看，或者转发到朋友圈。我是付小米，不想与我失联，你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，直接搜索付小米的全拼加上数字9就可以找到我。